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诚意把顶流爱豆搞成嫌疑犯，这是什么样的爱？编辑佟掌柜谈雨欣现在的剧迷都是拿着放大镜在追剧吗？猎罪图鉴第18集，模拟画像专家审议办公室里。那面贴满嫌疑人画像的墙，也就是一扫而过的背景板，但硬是被追剧党抓到了一个暗藏的小心机。墙右上角那张，确定不是照着韩国爱豆吴世勋画的吗？来，放大了看一下，不敢说毫不相关，还真是一毛一样。想问，美术组里面有吴世勋粉丝吗？还是这剧真的太废话，找不到模特了？干脆拿爱豆来练笔，你爱豆要知道了，自己被画成嫌疑人挂墙上又是什么感受呢？都怪自己太红，被迫客串。和吴世勋有同款疑问的，应该还有沈腾。同一面墙，左下角这个长发中分的男人令人莫名眼熟。定睛一看，确定不是囧妈里的腾叔把眼镜拿下来了吗？猎罪图鉴成就热度小黑马，美术组当居义工，也算为时常被群嘲的国剧美术组挣回了点颜面。其实，以前每看到电视剧里那些通缉令上让人啼笑皆非的在逃嫌犯画像时，心情都挺复杂的。不知道捕快大大们是怎么抓到人的？著名童年回忆如《还珠格格》，紫禁城在逃格格夏紫薇都被画成了这样。你要说完全不像吗？也没有，眉毛、眼睛都挺紫薇的，但真的把这画像拿来找人，确实夏雨荷都认不出来这是他亲闺女。后来还是剧粉们破了案，画像里的这位美女大概率是窜逃到隔壁风云剧组去了，是孔慈，清朝分词没错了。不过，还珠剧组的美工们画工虽然粗糙了些，还是勉强能穿越另一个世界找到人的水平。很多剧里的画像画的是压根就不想让通缉犯被抓到吧？比如《3000鸦杀》里赵露思演的女主角刺杀太子未遂被缉捕，这缉拿画像美则美矣，但硬生生把一个圆脸妹子画成了瓜子脸。榜一大哥看得老神在在，说赏金万两不日就可以落入自己口袋。但实际上赵露思本人就站在他跟前，他也没认出来。还有宋祖演的《叶天子》中的寻人画像，也说不清这是什么画风。画像对照着的3位真人长这样，也很神奇。剧组是找了童工画像师吗？故意乱画增加点童趣来着。更想不过的是《勇士之城》里的这张，是钟汉良本人都认不出来的程度吧？这画像和他有半毛钱关系吗？怎么感觉更像东成西就里被恶搞的梁朝伟？可以画的不像，但不要太丑好吗？演员本人看了都会有心理阴影的呀。想想当年佟掌柜看到小六子画的莫小贝的通缉令，就扶额想哭，可能，也许，也不排除他是被这画给丑哭的。同一编剧的《龙门镖局》里的马天宇，他的画像比莫小贝的更离谱。想我小马也是圈内数得着的古装美男子，硬是被画成了胡子邋遢、歪眉斜眼的彪形大汉。全员吐槽，他这必然是整了容的效果。马天宇还能挽尊是剧本设计，不知道林更新看到《武乐传奇》通缉令上的自己又是个什么感受？画的是有那么几分神韵啦，但又不敢承认自己为什么会那么丑。这部剧里他牺牲最大的还不是这张画像黑历史，还有这个看完让人久久不能回魂的如花造型。不过些许的牺牲倒是值得的，这剧口碑很好，是编剧王倦早些年的代表作之一，故事人物造型都很赶。如果留下了难看的画像，剧口碑还不好呢。演员一口血就只能自己吞了。说的就是《花木兰传奇》里的郭品超，堂堂绝世美颜大帅比被画师一画，
便绝世辣眼没得跑。本来丑点也就算了，关键他那个人中好像一坨鼻涕，想起就很社死。聊斋志异之小谢里的霍思燕，貌似鼻子下也有这相似的一坨。同样都是拍聊斋志异，为什么画皮单元里曾黎的美人像可以这么神似又好看？是给了画像师不同的价钱吗？还带眨眼特效。2. 前人总结过，电视剧里的肖像道具吧，主要有2大功用，要么抓捕犯罪，要么思春撩妹。画的潦草的，大多是官府拿来抓人的，可能是美工道具组的画师，也是给官家打工的，难免混入了很多糊弄学高人。但肖像画被拿来当谈恋爱道具时，画师一般也会多用一些心思，方便演员入戏。毕竟情人眼里出天仙嘛。像《三生三世十里桃花》里的素素画像，一张画就可以证明夜华对素素是真爱。古早如《西游记》中的女儿国国王画唐僧，全程工笔，真的是一笔一画都浸透爱意，是生怕被别人看一眼就被占便宜的小心思。当然，《西游记》是出了名的良心剧组，他们的抓捕人像也是业内一绝，绝对不愁拿着画像找不到人，只是能不能打过孙猴子就另说了。有匪里，王一博演的谢允也给赵丽颖画过像，当时假借画无楚楚搅乱局势，其实已经默默画了一沓心爱的姑娘周翡在桌上摆着。是不是和小赵巨像？想起上一遭《楚乔传》里的那幅大概只有大脑门画像了的通缉画，果然画像还是拿来谈恋爱比较靠谱。小时候看过的剧里画得好的，还有《雪花神剑》里的螺旋，不但神形兼备，连眉脖子这一点都被拿捏得死死的，忍不住想给亚视的美术组点个赞。像成这样，才不枉聂小凤多年后看到他画像依然会心痛到想发狂。好的道具画像确实是让人惊艳的，也是剧情的神助攻。像电影《神话》里的金喜善、丽妃的春风笑意图，栩栩如生，仿佛真能千年不朽。荷花池边看到成龙时忍不住的一笑，女主角情归何处，不需多言。唐伯虎点秋香里，华安给秋香画的人像也很见神韵。去年的雪中悍刀行一出场，王爷爹就给对手递了世子画像，好让对方精准找人，实在是坑儿子的一把好手。看画像里徐凤年这丧眉搭眼的样子，就很张若昀，这幅画才符合 S 家大制作的牌面吗？不像后面龙虎山上出现的小和尚画像，被几笔交代了。配角不配工笔画系列，还有《九州缥缈录》里主角3人组的人像合影，也让人印象深刻。恰死党少年时，青春真美好。不过，个人体感，画的最好的是沙溢很早之前拍的一部《聊斋》电影，里面从纸片人到真人，简直像搞了个活体打印。当然也不乏翻车的。最知名的翻车事故是童年神剧《新白娘子传奇》，许仙笔下的白素贞让人怀疑他对她的爱，法海没有错怪。应该很多人都有同款疑惑，对着许仙这样蹩脚的画作，后来胡媚娘到底是怎么大变身，还能变得一模一样的？3. 影视剧多少是个系统工程，想要每一个环节都保持统一制作水准，需要非常强大的把控能力。道具画的潦草一些，很多时候糊弄一下也就过去了。有时候糊弄学甚至可以融入创作，另类搞笑。比如长歌行里，灵魂画手罗18拿着自己画的李长歌画像满大街找人，几个圈圈，2撇刘海，街上每个被问到的人都替他囧。姑娘，你确定是要找人吗？找的男人女人，这能找到才有鬼。虽然长歌行里热巴的扮相确实有些扬短避长，但这个简笔画也真的过于草率了些。同款敷衍找人图还有旋风少女里的这张，是敷衍到谭松韵都官方吐槽他按照这画去找是肯定找不到的水平。也有时候
潦草到搭戏演员需要睁眼说瞎话的，像沈月这版的《流星花园》，也留下过灵魂画手名场面。也是不明白，花泽类把静学姐都画成这样了，为什么杉菜还能说出一个像字？心机，请不到好美工，也有干脆让道具组来个照片 PS 的，像归像了，但又是另一种出戏。但真正的经典影视作品，一幅画都可以衍生出很多故事的。比如徐克的那部经典奇情电影《倩女幽魂》里，有一张著名的换发仕女图。江湖盛传，当年徐老怪心中的聂小倩第一演员人选是中森明菜，所以准备的道具画像其实是以中森明菜为原型画就的，但因为对方档期问题，后来花落毛遂自荐的王祖贤身上，最终成就一代华语银幕经典形象。中森明菜的粉丝还专门找出了一张他的同款写真做对比。但对于热爱王祖贤的伪粉来说，自家爱豆不是第一人选这件事可能自带羞辱性，所以这么多年来也是力证这一传说的谬误，努力捍卫王祖贤就是天选的聂小倩。有趣的是，有人还认真分析了原画中女子露出裙外的一只玉足，指出其大小比例应该是王祖贤这种身高172的高个妹才能拥有的天足，而中森明菜身高只有1.6米，就这一点足以说明画中女子是王不是菜。如今这已成了一段无头公案，就待哪一天徐老怪有闲情逸致出来说道，为大家解开谜底吧。